班超是如何仅凭36个人就平定西域的？刘庄驾崩后，对西域的战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班超36人平西域及刘庄驾崩。公元57年，刘秀驾崩，30岁的太子刘庄继位，他为正科察，严禁外戚干政，同时还解决了积患已久的黄河水患，使社会安定，生产力大增。公元73年，他派窦固率领大军去攻打北匈奴，班超也以假司马的身份随军出征。班超是扶风平陵人，即今天的陕西咸阳人。他的父亲班彪之前做过县令，后来因病免官，开始从事史学著述。班彪有3个孩子，长子班固、幼子班超以及女儿班昭。班固受他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对史籍比较感兴趣。16岁那年，他进入了洛阳的太学学习。之后，由于班彪去世，一家人的生计难以维系，他只好从洛阳返回了平陵老家。公元62年，30岁的他开始撰写《汉书》，然而却被人告发，关进了牢房，罪名是私修国史。班超得知后，只身一人前往洛阳，替哥哥申冤。汉明帝刘庄得知后，阅读了班固的书稿，被他的才华所打动，立即下令释放班固，并拜他为兰台令史，掌管和校订皇家的书籍。至此，班固终于在洛阳有了落脚之处，将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也一起带到了洛阳。有一次，刘庄想起了为哥哥申冤的班超，觉得他非常有勇气，也很有辩才，于是就将班超也拜为兰台令史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班超却因为工作的过失而被免职。免职后的他结识了窦固，于是窦固便带着他一起出征北匈奴。他们率军来到了西域，随后便开始进攻伊吾，即今天的新疆哈密西，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。蒲类海即今天新疆的巴里坤湖。在此期间，班超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，深得窦固的赏识，于是窦固就派他和郭循出使西域。此时的西域诸国，自从王莽篡汉后，就彻底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管辖，投靠了北匈奴。北匈奴得到西域的人力和物力后，实力大增，屡次进犯河西4郡等地，使边塞的百姓苦不堪言。所以他们此次出使的目的是考察西域的情况，找机会说服西域诸国再次回归汉朝。随后，班超和郭循等36人的使团顺利地来到了西域的鄯善国，鄯善王对班超等人礼遇有加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然而没过多久，鄯善王就突然变得冷淡了起来。班超敏锐地意识到，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。他召来鄯善国负责接待他们的使者，诈唬他说：“我已经知道北匈奴使者到来的情况了，你就告诉我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。”使者在仓促间一时无法应对，只好如实作答。随后，班超就将使者关押起来，以防消息泄露。接着，他就召集部下们过来喝酒。喝到酒醉的时候，班超故意激怒大家说：“北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，鄯善王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绑了送给匈奴人。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众人听后都很惊愕，顿时都没了主意，齐声说道：“一切听你安排。”于是班超便告诉众人：“不如我们趁夜进攻北匈奴的使者，将他们通通干掉。”众人一致表示同意，但是不是应该和郭循商量一下？班超却说：“郭循是个文官，他知道后一定会非常害怕，弄不好就会暴露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不必告诉他了吧。”到了夜晚，天上刮起了大风。班超安排20余人埋伏在北匈奴驻地的两侧，剩下的10个人拿着战鼓，埋藏在驻地的后方。给他们的任务是，只要看见火势就猛敲战鼓，并且大声的呐喊。随即他顺风点火，火焰瞬间就冲进了北匈奴使者的驻地。驻地后面的10个人看见火势后，战鼓雷动，喊杀声四起。北匈奴的使者在睡梦中被惊醒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只能到处逃窜。班超则率众杀敌，亲手斩杀了3人，部下也斩杀了30多人，其余的则全都葬身于火海了。战斗结束后，他们返回驻地。郭循得知了他们的行动后，起先是害怕，紧接着便是嫉妒。班超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连忙告诉他：“你虽然没有参加行动，但功劳不会少了你的。”郭循这才露出了喜色。第二天清晨，
班超邀请鄯善王前来参观匈奴使者的首级，鄯善王看过后大惊失色，立即表示愿意归附汉朝，并将自己的王子送到洛阳去当人质。随后，班超便率领众人从鄯善国返回了窦固的军营。窦固得知后非常高兴，立即给刘庄上书，建议让班超继续出使西域。刘庄也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，任命他为军司马，正式代表朝廷去说服西域归汉。离行前，窦固要给班超再增调些人马，但被班超拒绝。他说：“我只要上次的36个人就足够了，现在情况不明，一旦发生意外，人多了反而是累赘。”于是班超等36人再次向西域进发。不久后，他们就到达了于田国，即今天的新疆和田市。此时的于田王刚刚攻破了莎车国，成为了西域南道上的强国。北匈奴也派遣使者驻扎在于田，掌握着于田国的大权。所以班超到达后，于田王对他的态度颇为冷淡。之后，巫师告诉于田王，现在天神已经发怒了，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汉使那匹黑嘴黄毛的好马献祭给天神。于是于田王就派宰相前来向班超讨要那匹宝马。班超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需要巫师亲自过来把马牵走。没多久，巫师过来准备牵马，然而他刚想走，班超一刀便结果了他的性命，然后还把于田的宰相痛打了数百皮鞭才放走。于田王这才慌了，当即下令斩杀了北匈奴的使者，表示愿意归附汉朝。西域诸国闻听后也纷纷答应归附汉朝，将自己的王子送往洛阳去当人质。至此，西域与汉朝中断了65年的关系终于得以恢复。可西域诸国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尤其是以龟兹为首的诸多小国依然顽固不化。他们不但不愿意归附汉朝，还倚仗着匈奴的势力，派兵去攻打疏勒国。杀死了疏勒王之后，派了一个名叫兜提的龟兹人去做疏勒的国王，驻扎在盘陀城。公元74年，班超等人从小道前往疏勒国，在距离盘陀城90里的地方派田律去招降兜提。他告诉田律，兜提并不是疏勒人，所以疏勒国的士兵一定不会为他效命。如果他不肯投降，你就直接将他给我绑来。于是田律只身一人前往盘陀城去劝降兜提。兜提见田律只身而来，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投降更是无稽之谈。田律见劝降无望，突然之间上前劫持了兜提。兜提压根就想不到，田律只身一人竟然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劫持自己。兜提被劫持后，疏勒国的士兵果然不出班超所料，并没有拼死相救。于是田律便带着兜提快马加鞭回到了班超的驻地。随后班超便来到了盘陀城，将疏勒国的文武官员全都召集过来，宣布将之前被龟兹国杀掉的疏勒王的侄子立为国王。疏勒人非常高兴。新的疏勒王建议斩杀兜提，但班超却说杀了他也无济于事，应该让龟兹国感知我大汉的恩威。于是便释放了兜提，疏勒国便归附了汉朝。公元75年，汉明帝刘庄驾崩，享年48岁。死后他被葬于显节陵，即今天河南省偃师区寇店镇的李家村西南。之后他19岁的儿子刘达继位，即汉章帝。在此期间，燕齐国趁汉朝大丧之际，围攻了西域都护的陈穆，并将其杀害。龟兹和姑墨等国见状，也屡屡发兵去攻打疏勒国。于是班超只能在盘陀城据守，与疏勒王互为犄角，艰难地应对着各国的攻击。就这样，他们竟然坚持了1年多。公元76年，刘达认为西域都护已死，只剩下班超独处边陲，恐难以支撑，于是便下诏让班超返回洛阳，准备放弃西域。班超接到诏书后，虽然无奈，但也只能奉旨而返。当疏勒国得知班超要走的消息后，举国上下尤为惊恐。都尉李严表示，班超一旦离开，疏勒国必定再次被龟兹所灭，他实在不忍看到，随即拔刀自刎而死。班超痛苦地离开疏勒国，率众前往洛阳。当走到于田国的时候，于田王及其百姓都放声大哭。他们说，我们依靠汉使，就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，你们千万不能离我们而去啊！很多人甚至抱住了班超的马腿，苦苦地挽留。
这让班超的内心备受煎熬。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讲，他也实在不愿意离开，但是圣旨难违啊。经过许久的内心挣扎后，班超竟然选择了抗旨，决定继续留在西域，率众又返回了疏勒国。那么班超接下来还会经历哪些困难？西域能否被平定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